欢迎大家来到东方译文频道。影片制作艰辛，请大家抬手点赞订阅，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疫情时期发生的灵异事件。那段时间大家的工作生活都很艰难，压抑焦虑的情绪充斥着生活空间的边边角角。咱们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那段艰难的时间。接下来主播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勤奋的年轻人暑假在一家餐厅打工时发生的灵异见闻。去年的暑假，许多年轻人像我一样面临着艰难的处境，疫情肆虐，经济复苏缓慢，我无法回乡下，也难以寻找到实习或工作。就在这时，经中介介绍，我找到了在餐厅当服务生的工作。虽然待遇有限，但总比饥饿和担忧好上一些。我需要工作赚取生活费，即使只能苦中作乐。我知道外面的大多数餐厅都被要求停止营业了。幸运的是，这家餐厅接到了为数不多的保障供应任务，所以还能苟延残喘地活着。于是我戴着口罩，披着消毒衣来到了餐厅。工作既新鲜又艰辛，客人少，同事多，生计艰难。我们工作时全副武装，却仍无法摆脱心理上对病毒威胁的恐惧。当顾客进入餐厅时，他们面具下的脸容让我想起外头那个变幻莫测的世界。每天下了班，我返回昏暗的宿舍，新闻不断讲述着病患和死亡的数字。我的同龄人面临岗位流失与未来的不确定性都心烦意乱，我却苟缩在床铺的一角，感激着我至少有一份工作，甚至为这个餐厅打工的机会能降临到我头上而庆幸。刚到餐厅上班，我什么都不会，领班安排了一位师傅来指导我。虽然叫他师傅，但他其实比我小1岁，因为中学毕业就在外面闯荡，所以见多识广，处事老成，这一点让我很佩服他。跟着师傅在店里干了3-5天，所有的服务礼仪我基本都掌握了。出事那天，我特意请师傅吃了一顿饭。吃饭时，师傅给我讲了他在餐厅1年来的工作经历以及各种注意事项，最后还特别嘱咐我以后上班没事最好少去西大厅。我们这家餐厅由东西2个大厅组成，因为夏天是炒菜的淡季，再加上疫情期间的管控，所以店里的西大厅没有对客人开放，平时我们也基本不会去那边，所以那次吃饭后，我也没有把师傅的话放在心上。一天中午，我负责的一桌客人吃到很晚才结账离开。等我收拾好桌子准备休息的时候，东大厅所有的包间都已经被早就下班的同事占满了。困意当头，无奈之下，我悄悄溜到西大厅，随便找了间包间进去午睡。这是我在这家餐厅打工以来第一次来西大厅的包间，里面布局跟东大厅一样，一张10人坐的圆桌和双人沙发。不同的是，桌椅、沙发以及房间的墙壁都是一个很正的朱红色。虽然漂亮，但看久了总会觉得有一股诡异和不安的味道。但想到一会儿还要上班，再加上西大厅里也有几个同事凑在一起追剧，所以我没有想太多，往沙发一躺，很快就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久，隐约间我突然听到有人在小声哭泣，声音虽低，我却听得很清楚，而且能判断那绝不是女人的声音。我睡不着，睁开眼，正欲寻找声源时，包间的门突然开了，门外站着一个人。当时应该是下午3点钟左右，虽然包间里的灯未开，但昏暗中从身材上判断，我依然能分辨出门外站的是个男人。我以为是某同事也找房间午睡，正准备起身打招呼，却突然发现我根本动弹不得。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甚至连手指也抬不起来。只见那人关上门，慢慢向我走过来，一步一步，愈走愈近，可他的脸却仿佛在雾气之中，根本看不清。我不知道他是谁，可当我再次听到那种明明的低气声时，一种莫名的恐惧浮上心头。然而我却动弹不得，
只能静静等待他一点一点靠近我。我那时候惊惧交加，极想大叫求救。我知道有几个同事就在大厅里观看电视，然而更为糟糕的是，即使我尽全力也无法发出任何声音。那个男人已经站在沙发前，缓缓弯下身，让脸靠近我。虽然只有咫尺之隔，他的面容仍旧如同在水汽中虚浮，毫无棱角可找，或者说眼前这个人根本没有一张五官完整的面孔。我深吸一口气，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再聚集全身力量，一跃而起。那一瞬间，眼前的男人似乎突然消失了，屋里依旧是朱红色的墙、桌椅和沙发，仿佛一切从未发生。然而我的背后已是冷汗涔涔。我逃命般跑出包房，看着大厅安静看电视的同事，连我都开始怀疑刚才所发生的是否一个梦了。自那恐怖经历后，我再也无法踏入戏厅，更不敢在那神秘包房里午休。随着时光流逝，那难忘的记忆逐渐随风而逝，便如同一场虚幻的梦境般模糊不清。疫情下安静的街道，谨慎的零零散散的行人，仓促地路过这为数不多开门营业的餐厅门前，带走了缓缓流动的时光。那是一个炎热的午后，我正站在餐厅门口，为那些疲惫不堪的顾客带来片刻的舒适。在柔和的光线映照下，餐厅的吊灯散发出温暖的光芒，它们宛如一群守护天使，保护着每一位走进这里的客人。然而，在这些光明之外的角落，漆黑笼罩了一切，只有偶尔透过窗户洒入的阳光，让人们能看清那里的景象。我倚靠在餐桌旁的墙壁上，打着无精打采的哈欠，目光无意间掠过大厅西北角的厨房。在那片黑暗中，一个男人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我的视线里。尽管我无法看清他的面孔和表情，但一股直觉告诉我，他正用笼罩在阴影中的双眼凝视着我。那一刻，我的头皮发麻，全身犹如触电般颤抖，脑海里浮现出几星期前在戏厅包房里遇到的那个男人。然而当我再次凝视过去时，那个男人却转身离去，消失在了厨房的方向。天哪，他究竟是谁？又一次是我的幻觉吗？在这时候，好奇心战胜了恐惧，我小心翼翼地摸到厨房，开灯一瞬间，灯光闪烁中，我瞬间神经炸裂，因为灶台旁边的位置站着一个黑影，就是之前看见的那个黑影，他的手好像正指向什么东西。我正惊恐间，灯光稳定了，那个黑影也消失不见了。此刻的厨房空无一人，只有一盏昏暗的日光灯在闪烁着微弱的光芒，发出断断续续的嘎吱声。就在我定了定神，正准备离开之际，一股浓烈刺鼻的煤气味扑面而来。我错愕地发现，炉子上的一壶水已烧开，浇灭了炉火，煤气正肆无忌惮地泄漏着。我赶紧关闭了天然气阀门，心头汗珠滚滚而下，一股凉意爬上我的脊背。若不是那个人引带我来到这里，燃气持续泄漏，发生爆炸，后果可能不堪设想。那晚喝酒时，我终于忍不住将这段经历如实告诉了师傅。本以为师傅会对此一笑置之，没想到他却严肃地铁青着一张脸。后来他告诉我，2年前这家餐厅确实换过老板，前任老板因无法承受妻女车祸丧生的悲痛，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打开了厨房的煤气。他的尸体正是第二天上班的服务员在我当时睡觉的那个包房门外发现的。我听了不能自已，第二天即辞职离开了那家餐厅，至今也再没去过。但之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似乎随时会浮现出那个男人的身影和一张模糊的脸。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对了，但那一刻我决定的事已成为不变。我关上了天然气阀门，可能在时间的某个分支上救下了这家餐厅。我离开时餐厅已久，只有一盏昏暗的灯在闪烁，而我知道一个影子将永远留在这个餐厅。我想，他也许只是透过我帮助他做到了一件事，将那点温暖带到这个世界上。
事实上，这才是最重要的。本集已经播放完毕，谢谢大家收看收听。节目制作不易，新频道经营困难，恳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支持。